当你看到邻居在自家庭院前用这个神手挖掘的坑洞时，你的第一想法一定是应该是在进行装修翻新之类的工程吧。但今天小兰要说的这个案件里的嫌犯他挖洞的用意却是用来埋藏遭到他迫害的女尸。1个星期后，该女尸才被发现，而嫌犯更是潜逃了7年才落网。因此，这起轰动马来西亚的案件被称为乌钱来尸案。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兰。2014年2月26日这一天，家住 Selangor Jenjarom、芳龄18岁的大马华裔少女徐小芳和家人说，要和一名男性友人去一间茶餐室喝茶后便出门了。但是直到深夜家人都没有看到徐小芳回家，感到了不对劲。于是隔天一早，徐小芳的父亲除了到警局报案，更找到500多位的村民帮助寻找女儿的下落。但是找了几天，用尽了各种方法，还是苦无结果。徐小芳自那天出门后便人间蒸发，音讯全无了。另一方面徐小芳的妹妹向警方声称在姐姐失踪的当天，曾经看到有个男人驾驶一辆车牌号为5678 Max Street 的轿车出现在住家楼下。而后姐姐就是坐上了那辆车离去。随后警方根据徐小芳妹妹提供的这个车牌号码，再加上徐小芳的失踪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位男性友人是最大的嫌疑人。经过调查，这个人名叫寇天福，从事汽车的维修工作。可是当警方逮捕寇天福的时候，寇天福却一口咬定自己跟徐小芳的失踪没有任何关系，更不知道他的下落。然而在寇天福被扣留的第7天，警方在取缔的行动中截查到那辆车牌号为5678 Max Street 的轿车，当时在车内的人就是寇天福的弟弟寇天信。弟弟寇天信被带到警局后坐立不安，而且神色慌张，就是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在警方盘问他的时候他支支吾吾的答不上来，眼神闪烁，一直答非所问。但最终他还是松口说出徐小芳失踪的线索，接着带领警方来到了位于夸拉朗纳的住宅区，指了指某个住家前的庭院，对警方说徐小芳的身体就在那里。警方来到事发单位的庭院，就闻到一股很浓烈的恶臭味从刚铺好扬灰的地面传出来，这才惊觉寇天信所指的藏身地点就是这里。因此警方赶紧招来见证组来挖掘以及收集证据。经过长达14个小时的挖掘，在屋前6尺深的洞穴内找到一具双手被铁丝捆绑的腐烂身体。受害者全身被塑料袋和蓝色被单包裹住，颈部被这个胶带缠绕并打了个结。受害者身穿黄色无领 T 恤和短裤，衣着整齐，从身体的表面来看是没有明显的伤痕的。经过证实，这具遗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徐小芳。警方立即逮捕了事发单位的屋主以及他的3个儿子。但令警方感到压抑的是他们表示对于这件事毫不知情。接着这位屋主交代，自己与拥有这个泰裔血统的寇天福是朋友。案发当天，寇天福开车来到他的家，身边跟着一个女孩，说是带着新女友想借他的家住几天。由于屋主与寇天福本来就是好朋友所以没有多想，便大方的答应了他。反正自己空着的房间多寇天福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吧。那么来到第2天寇天福突然对他说，自己想要帮他将庭院的那个地面铺上洋灰方便日后可以停车。那他看到寇天福如此热情，自己也没有吃亏嘛，就答应了这件事。其实屋主曾经问过寇天福那个女孩去哪里了，因为
使隔了1天就没有看到他的踪影。寇天福则回答说因为两人有些误会，一气之下的女孩便自己走了。不过他指出，距离寇天福挖坑洞1个星期后，他与家人都开始闻到强烈的腐臭味，但始终找不到这个臭味的源头。事后一直到警方来到他家的庭院进行挖掘，并找出一具女性的遗体时，他才意识到那个女孩在当天已经遇害了，而不是他口中所说的自己走了。原来寇天福好心说帮他铺洋灰是假，借此埋藏这个遗体才是真。由于这个坑洞刚好就在屋顶的前面，每当下雨时，屋顶的雨水呢就会直接滴落在这个坑洞上。于是洋灰被铺好，大概1个星期后呢，遗体的恶臭味开始从这个坑洞里飘散出来。这也证明有些事情真的想瞒也瞒不住。根据屋主的口供呢，警方随即提控了这个寇天福。这时的他无奈地承认了自己迫害了徐小芳，并且在事后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告诉弟弟，但没想到弟弟竟然出卖了他。原来寇天福本身有些特殊的癖好，他喜欢以暴力的方式干那种事情。而当他对徐小芳提出这个要求时，却被徐小芳拒绝了。他一怒之下就把徐小芳掐死了，而后还对受害者的身体做了缺德的事。眼见自己失控犯了罪，并且担心搬运这个身体会被人发现，于是寇天福就想到借由提出帮这个屋主装修院子用绳手挖了个6尺深的坑，将受害者的遗体丢进去，然后用这个洋灰将地面复原，想着就此瞒天过海。可怜的徐小芳的父亲在寻找爱女的期间，还曾经2次经过事发地点，向邻居查探女儿的消息，殊不知女儿就埋在地底下。由于人证物证都在，寇天福自己也供述了罪状，理应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就在他供出罪状的第2天，他假装自己肚子痛，然后从厕所的天花板潜逃，就这样开始了7年的逃亡生涯。警方在寇天福逃走后，立刻发布了通缉令，并且连日在案发周围设置路障还有派发传单，展开全城的通缉。而寇天福在被通缉的期间，还被人目击出没在他表姐的理发店，行径猖狂。然而警方根据举报去到他几个亲戚家附近埋伏呢，但都徒劳无功。警方随后逮捕了他知情不报的妻子。寇天福还写了一封信寄到警局挑衅警方声称自己拥有强大的武器，并宣称会在适当的时机带着自己的人马展开劫狱行动，救出爱妻。2011年10月，寇天福终于因为一宗偷车案而被警方逮捕，7年的亡命生涯就此告一段落。等着他的是长达4年的诉讼，并于2015年被判处死刑，正义终于来临了。这样的判决等了11年的时间，也总算是还了徐小芳和他的家人一个公道。小南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马来西亚的治安相对以前而言已经变得越来越差。我们无法改变别人，只好改变我们自己。无论是最熟悉的朋友还是陌生人，我们一定要强化自己的安全防范意识，不要让自己的善良演变成别人伤害你的工具。随时观察四周的环境与状况，那么尽量保护自己的生命还有人身安全。2020年可以说是个多事之年，小南希望大家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今天小南有一个重大宣布，那就是小南频道要开启会员功能啦！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让小南的频道达到3万的订阅数了。如果想要继续支持小南说更多精彩的故事给你听，做出更好质量的影片，赶快按下订阅旁边的加入按钮，成为会员吧。不想加入的观众也不用担心，你还是可以看到小南的奇案故事影片，只需要把影片中的广告看个至少30秒对小南来说也是一种支持了。希望男粉们能继续陪伴我成长哦，爱你们！